钱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一个人很富有，普通话我们可以说这个人钱很多，但有些地方的方言却叫做这个人钞票很多。钱和钞票有区别吗？有啊。我去了山西博物馆，今天我们就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货币的发展。烧脑指数是5颗星，我们就直接跳过贝壳货币时代，从春秋战国开始。一开始这些货币的灵感是来自于农具，货币搞得特别像铲子，这个储币就像是一把巨长的铲子。古人就继续脑洞大开，把刀也做成了货币。有个叫做魏国的觉得这个货币是奇丑无比啊，就来了一个创新，设计成圆形圆孔的像甜甜圈，叫做还钱。秦国一看魏国的新款货币，哇塞，这设计简直太绝了，但直接抄也未免太 low 了吧，必须得搞差异化。秦国产品经理把它改为了方孔。秦国的知识分子还给钱币赋予了哲学，天圆地方，外圆象征着天命秩序，内方代表着王权统治，成为君权天授的政治符号。这诞生的半两钱兼具经济效率和意识形态的功能。后来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之后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，废除了六国货币，秦国这种方形圆孔的货币作为统一货币，自此方孔圆钱沿用了2000余年。到了汉朝，沿用了秦制，也是圆形方孔的。但是由于汉朝初期朝廷是穷的叮当响啊，刘邦出去巡游，连4匹同色的马都凑不齐，大臣就更加惨了，要坐牛车。到了汉文帝就开放民间私铸了，诸侯是秒变币圈大佬，钱多到能够造反，那么多钱最后就成了7国之乱的军费。这可不行，汉武帝他爹汉景帝他就不干了，直接把币圈诸侯给清盘了。等到汉武帝上台之后，铸币权收归中央。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钱这种东西不能谁都印，不然通胀、造反、割据全来了。对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言，只有国家把铸币权收回来，财政和权力的根才算是稳住了。不过东汉末年还没有稳住啊，有一个奇才叫做王莽，建立了新朝，上来就搞货币改革，一口气就搞了28种货币，是极其的复杂，老百姓都是搞不清楚的，经济自然是混乱不堪了。但是吧，人家的货币却是很有艺术性的，铸造是精美的，文字是具有书法欣赏价值的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的货币就老老实实的沿用了圆形方孔，到了唐朝也是沿用着圆形方孔，但是货币却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。在此之前，人们用铜钱、银两，价值多少往往是跟金属本身的重量和成色紧密挂钩的，钱就是金属。可是唐朝意义却不同了，经济和贸易的繁荣，钱的意义就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钱的价值不再完全取决于金属含量，比如一枚铜钱的实际铜质并不足以支撑它的交换力了。它之所以能够流通，靠的是国家信用的背书和民众的信任。换句话来说，钱开始从物理的重量转向了价值符号。这是货币史上一个关键的拐点，之前是钱等于金属，从唐朝开始，钱逐渐等于符号加上信任了。这个转折为后来的纸币是埋下了伏笔的。当钱已经从重量走向符号，那再过渡到一张薄薄的纸，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。唐朝之后，中国的货币是迎来了真正的大事件，纸币诞生了。在北宋时期，商品经济是空前的繁荣，铜钱虽然是主要的货币，但是随着贸易的发展，尤其是四川地区，由于是没有铜，他们用的是铁钱，体积是笨重，运输又不方便，商人们携带成百上千斤铁钱出门去做生意，又费力又危险。
于是四川的商人们开始在民间使用交子。交子最初的设计非常简单，商人收下你的铁钱，给你一张纸质的收据，你拿着交子就可以随时去兑换铁钱，等同于今天的存款凭证。但是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，商人们尝到了甜头之后，就开始超额发行了交子。理论上每张交子背后都是有铁钱作为准备金的，但实际上他们偷偷的减少了准备金的比例，印出了更多的交子来流通。结果呢，当持有人同时去兑付的时候，商人们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铁钱，信用危机就爆发了，交子开始贬值了，民怨四起了。这个时候，宋朝政府开始介入，设立了交子务，把交子收归国有，变成官方货币，叫做官交子。那是不是北宋就有了央行呢？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至少是要有3个职能的。第一是发行货币的垄断权，别的机构是不能够随便印钱的。第二是货币信用背书，国家强制承认其价值的。第三是调控经济和金融的工具，比如利率、准备金制度等等。宋朝政府在收回交子的时候，其实是做了前面2件事情，它取消了私人超发，把交子的发行权集中到交子务，它以国家信用来做担保，交子可以流通，让人们重新相信这张纸。所以可以说，交子务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发行机构，但是它离真正的央行还是有差距的。但是交子在世界金融史上的意义是非凡的，这个是货币的一次巨大的飞跃，从物理的形态彻底进入了信用的形态，这比欧洲是整整早了500年。当然，宋朝铜钱也是在用的，这是一些不同皇帝时期的货币。当然，这些货币还是有一些书法艺术成分在里边的，跟宋同时期的金以及被金灭掉的辽，他们基本上也是受到宋朝的影响，钱和钞都是有的。你看这里就是这么写的，钱钞并行，铸钱较少，充分发挥纸币的作用。钱是金属的，钞是纸质的。西夏也是在用宋朝的钱。宋朝国土虽然是很小，但是文化和经济的影响却是很深远的。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，忽必烈看着这一堆铜钱就直翻白眼，打仗带这个玩意儿也太重了吧，直接命令全面推行纸币，这是国家层面强制推行的。任何人做买卖货物，无论是丝绸还是两码，都必须用这张纸质的钱了。即便你手里握着黄金白银，也得先换成纸币才能够流通。当时来到中国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亲眼目睹了这一幕，简直是惊呆了。中国百姓用一张纸片就可以买到天下万物。有一天，马可波罗在监狱里绘声绘色地讲着东方的故事，中国人用纸当钱，狱友们听的是目瞪口呆，于是就把它记录下来了，后来成了震惊欧洲的奇书。但是元朝的货币制度并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蒙古铁骑横跨欧亚大陆，把中国就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贸易网络。在中亚、西亚，白银早就是主角了。元朝的纸币背后是以白银为锚的，就像是后来金本位英镑是一样的。名义上是纸，实际上他们心里都认为它是能够换到贵金属的，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精准，没有那么严格嘛，他们还是要滥发的。果然，超发与信用崩溃的宿命也是在元朝上演了。庞大的战争和宫廷的开支让朝廷是不断的滥发货币。那个时候的统治者并不具备足够的金融知识，不知道如何去克制自己滥发。结果是物价飞涨，纸币迅速贬值，百姓手里的财富是一夜之间缩水了。有人辛苦攒的钱买不到粮食，纸币成了废纸，信用就彻底崩溃了。老百姓纷纷拿了纸币去换银子。当国家剥夺了百姓的财富，却无力去维持稳定了，社会矛盾就会迅速的激化，最终元朝灭亡了。纸钞滥发与信用崩塌当然是重要的推手了。
后来明朝建立，朱元璋上台，他极度的厌恶纸币，他规定明初的货币体系是以铜钱为主的，但是后来等局势稳定了，他也强势的推出了宝钞和铜钱一起作为法定货币的存在。但是这种宝钞是一种没有准备金的货币，纸币对皇帝来说是非常容易上瘾的，手里没有钱了就印刷一把，把负担就转移给老百姓好了嘛。其实自朱元璋起，朝廷大量超发纸币，到了明英宗继位，宝钞已经成为了废纸，老百姓都不用了。其实这个时候明朝的经济已经是陷入了困境，经济的繁荣是离不开货币的滋养的，货币的多少决定了市场能够走多远。但是就在此时，白银登上了舞台。16世纪中叶，伴随着地理大发现，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超级银矿，日本也开采出了大量的白银，就源源不断的银子顺着海上贸易和走私的通道流入了中国。大明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成了全球市场的奢侈品，而中国对海外货物的兴趣不大，唯一愿意收的就是白银，于是中国就成了白银的蓄水池。万历年间，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，赋役统一折银征收，中国就正式进入了白银时代。然而这种繁荣有一个致命的隐患，它高度依赖着海外白银的持续输入。17世纪，西班牙深陷了30年战争，美洲白银大量被截留在欧洲充作了军费，流入中国的少了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德川幕府上台之后，也加强了白银的出口的控制，白银就开始紧缩了，明朝的经济就瞬间陷入了通货紧缩，物价就开始下跌了，财政就开始吃紧了。更加糟糕的是，白银短缺了，铜钱的数量却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。那老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主要用的是铜钱啊，而朝廷从老百姓那里征税，确实需要按白银来核算和征税的。那白银少了，铜钱没有变，那可不就是铜钱贬值了吗？这就意味着税率就变得更高了呀，这谁受得了呀？日子过不下去，就只好去投奔李自成去了。大明王朝的命运已经与世界贵金属的流入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你的货币依靠别人来供应，那早晚是要出事情的。可是清朝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清朝继续沿用了银子和铜钱。但是神奇的是，大清什么都管，盐铁、土地、户籍，甚至是连发型和服饰都是管得死死的，唯独金融是几乎不管的。不是不想管，而是管不了。比如，虽然朝廷明令禁止民间私铸铜钱，但是铜钱的工艺简直太简单了，成本很低的，结果是屡禁不止啊！市场上到底流通了多少的铜钱，清政府心里是根本没数的。白银更加是如此了，它完全依赖对外贸易的流入，政府既没有储备体系，也没有调控手段，天下到底有多少银子在流通？没有人统计，更没有人控制，这就是商品货币时代的局限。没有央行，没有统一的货币调控能力，朝廷只能被动的依赖市场的供给。表面繁荣之下，金融体系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。表面上，大清的银本位是运转很顺畅的，丝绸、茶叶、陶瓷是远销海外，白银好像是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。到了18世纪末，世界格局是悄然变化。英国工业革命使棉纺制品的制造业迅速崛起，但是英国财政却是因为连年战争而长期吃紧，白银是极度的紧缺了。于是就丧心病狂地做毒贩子，把鸦片卖到了中国。自此，白银开始成批地流出了中国。大清的繁荣也从这一刻开始被掏空了。到了道光年间，国库空虚，民间银黄经济是立刻陷入了紧缩。讽刺的是，清政府面对这一切是几乎无能为力的，没有央行，也没有调控体系，眼睁睁地看着国运随着白银的流出而衰落。随着清朝最后一位皇帝走出紫禁城，
清朝结束，北洋政府试图以银元本位统一货币，但是战乱、财政分裂、银价对外受国际市场的摆布等等，这是一种典型的商品货币弱主权，注定是不稳定的。后来就是袁大头的故事了，真正的转折点是发生在1935年推行法币改革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，从此以贵金属和贵金属储备为担保的货币，历史上第一次转化为政府信用为担保的信用货币。后来就是金圆券的故事了，严重的通货膨胀，细节就我们不再赘述了，决定了今天我们的格局。同时期还有红色货币，这个就不在这里说了，在书房里写。好了，说的差不多了。2000年的货币史其实就是2个字的交替，重量与信用，是商品货币、本位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交替。金属货币靠的是重量来维持秩序，但是一旦外部供给断裂，帝国就会随之动摇。纸钞靠的是信用维系流通，钱的价值是来自于可验证的规则和可持续的财政。进一步来说，钱是一张写着国家欠你的收据，它记录的是债务，也是信用，能普遍被接受，所以它能购买万物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文字版在书房里，再见。